农为邦本，本固邦宁。自新中国诞生起，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一场应对饥饿的全民长征就此拉开了序幕。75年，时光荏苒，刻骨铭心的饥饿记忆已经淡去。中国用不足全球9%的土地，养活了世界1/5的人口。农业农村现代化体现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质量和成色。今天，这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正在3餐4季间广袤田野里，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实干拼搏，向着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扎实迈进。6月，在中国邮织博物馆，这场名为“献礼祖国75周年华诞粮油票证精品展”吸引了一群00后的目光。粮票用来买粮食的吗？没见过。在电视剧里都见到过。悠悠万事，吃饭为大。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粮食极度短缺。针对日益尖锐的粮食供求矛盾，1955年，国家发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对粮食定人定量，计划供应，票证开始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比方说，我手中的这张票，它的面值是5分5厘，这是当时干部下乡的时候到农民家里吃饭。吃一顿饭就给一张这样的邮票，它的量是多少呢？其实也就只有2滴的量。从1955年发行到1993年终止流通，票证时代诉说着百姓生活的酸甜苦辣，也记录着共和国面临物资短缺的无奈。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断言，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一粟一粒，关乎人民幸福，关系国家安危。回望75年走过的路，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解决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小满插秧忙，只待稻花香。在黑龙江上志市元宝村，插秧机正在播种下新一年的希望。我家种600亩地，一年纯收入60多万。几百米之外，和下种一样热火朝天的，还有村里的铅笔厂。厂里100多名员工都是本村人。从田间地头解放出来的这100多双手，在这里生产出全中国1/5的铅笔。种地都是机械化，大伙就收完闲暇之际就是到企业打工。我跟我爱人俩都在咱甜品厂上班，我俩年收入最起码得10、12万左右吧。现在日子跟以前就没法相提并论了。赵雪春口中以前的日子来自于祖辈的讲述，他的曾祖父赵玉林正是著名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中赵光定的原型。大伙儿知道，我是这个村有名的穷棒子，大伙儿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我赵光定。这些被文艺作品所铭记的残酷现实，是旧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
新中国成立前，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70%至80%的土地，占乡村人口90%的贫农、雇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只占有20%至30%的土地，他们终年劳作仍不得温饱。农民一有了土地，就把整个生命投入了土地。我向漫天的土地者，民之本也。1946年，元宝村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掀起土地改革的地方之一，被誉为中国土地改革第一村。咱们站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土改的时候打第一桩分土地那个地方，就是这个三角地这个角上。一到了这个地处，就想起了过去。只有在土改以后，分离土地，在我们的日子才一天一天的富了起来。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实施。这是一部承载着几千年来中国农民耕者有其田梦想的法律。到1953年春，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我国大陆普遍实行了土地改革。全国3亿多农民无偿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而且不必每年再向地主缴纳约3000万吨以上粮食的地租。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在一张包产到户的秘密约定上按上了自己的手印。你们要如果去坐牢了，这个犯法了，这个我们呢，小孩呢，老婆孩子呢，得养活到18岁。小岗村的18枚红手印，不仅带来了当年全村粮食的大丰收，更掀开了全国农村改革的序幕。1984年，全国几乎所有生产队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产量突破8000亿斤，人均粮食拥有量第一次达到了400公斤的世界平均水平。在这一年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大会上，中国政府郑重向世界宣布，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土地制度是最重要的一个生产关系，要吃饱饭就要解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也是我国农村改革不变的主线。谁来养活中国，所以成为昨天的难题，但对于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却仍然是今天和明天须臾不可松懈的永恒课题。确保14亿多人口的粮食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忙种忙种，有收有种。在安徽省太和县，小麦进入了抢收关键期。种粮大户徐从祥祖孙俩一大早就赶往自家麦地，再赴一场丰年之约。大爷，各有各位，开上车。1000亩的麦田，5台装有北斗导航的联合收割机，10个小时就完成了收割。这是今天沃野千里跑出的中国速度。这里播麦，丰收了，特别好，1亩地啊，100多斤。
50多年前，高中毕业的徐从祥放弃了在城里当老师的机会，回到农村。他手捧农业科技书，四处向农技专家拜师学艺。这一本本笔记本里记录下的，不仅是农作物的生长状态，更是他经年累月的付出耕耘。功夫不负有心人。2011年，徐从祥把亩产从不到300公斤提高到700多公斤，成为响当当的安徽省麦王。习近平总书记当时是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来到我的千亩农业园，总书记讲要加强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研究示范与推广，搞好科学种粮，我们国家粮食生产安全继续保障。牢记嘱托，徐从祥科学种田的路子越走越宽。如今，田间观察设备已经从放大镜变成了农作物病虫疫情田间监测站，种田越来越轻松，产量也越来越高。但这位补习之年的老人却更加忙碌了，而这一切源自习近平总书记的另一份嘱托。2022年获得丰收，小麦亩产超800公斤，超历史。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一下，我1号写的信，6月27号，20多天都收到总书记的回信。信中说到，希望发挥规模经营优势，积极应用现代农业科技，带领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一起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徐从祥始终牢记肩负的重任，牵头成立了太和县种粮大户协会，积极开展大户带小户、小田变大田全程大托管。如今3000多名农户人均年收入由1.6万元提高至近3万元。今年就是个例子，往年的话，你医院这样干旱40多天不下雨的干旱，我们肯定要减产很不少。今年呢，通过这个科学管理呢，就是我们协会里边，通过技术交流，就是今年产量还是很不错的。第3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小农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主体98%以上，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大国小农仍是中国的基本农情，让小农户搭上现代化大农业的快车，农业社会化服务不可或缺。你好，2根保姆酱，你有什么需求？黄田村。7月，福建中道的最佳插秧季，只要给2耕保姆站打个电话，就有人帮你种地。在如今的宁德市蕉城区，已是村民的共识。一个电话，他们就来了，秧给我约好，秧这些秧苗全部给我插上去。在黄田村，像黄孝祖这样的老人不在少数，和大多数中国村庄一样，都面临着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难题。蕉城的这个地形地貌来看，农民种粮食如果是用人工种，但是基本上都是亏钱。把这些有能力的经营主体，然后整合一些农机手，为农民提供机械化服务，全程做下来，1亩可以节省经营成本是差不多1000块钱。如今，蕉城区9个乡镇成立了11个2耕保姆站，为全区1300户经营主体提供服务。政府每年拿出专项资金335万元，70%补助给接受农业机械化服务的经营主体，15%补助给承担农业机械化服务的服务队伍，15%补助给协助农业机械化服务的农机手。在位于3都岛上的新塘村，
周少春正在翻地。这个赤溪镇梁耕保姆站的农机手，因为看好种地的大好前景，2024年到岛上承包了600亩荒地。这块地原本是村民自己的，每个人都有一小块一小块。然后今年我拿来的话，就是把它平整过了，然后我现在全部用机械化来操作。小岛四面环海，周少春要把这些荒地复垦出来，并非易事。农机必须从赤溪镇的梁耕保姆站用卡车运到码头，再用货船运到岛上。但周少春干劲十足，因为他心里有一本明白账。一年有48万的补贴，我估计今年水稻如果一亩能割800斤的话，一年收入估计有100万吧。闲置的土地少了，说白了，以前去的时候山上草多，现在是粮食多。高起点上保障粮食安全，深入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是重要着力点。截至2024年5月底，纳入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的家庭农场近400万个，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218.5万家。全国有109.4万个主体开展社会化服务，服务小农户9400多万户。要实现这种小规模农业的现代化转型的话，在全球的这个视角来看呢，它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独有的课题，必须要把创新农业经营的体制机制呢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一方面要通过改善承包合约关系，那么慢慢呢形成这个规模经营的这样一个格局。第二个维度呢，就是通过社会化服务来缓解我们小农跟现代农业所面临的种种的挑战和困难。风吹麦浪，稻花儿香，黑土地养育了咱的爹娘。每年的冬立夏过后，雨水充足，气温回升，正是栽秧的好时节。在产粮第一大省黑龙江，插秧专列如约而至。今天下午15点还在家插秧呢，完了自己开车就到了绥化车站，急忙上车了，再挣点零花钱。作为世界上仅存的3大黑土带之一，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和商品粮生产基地。每年春耕都需要大量劳动力进行水稻备耕、插秧。2000年，插秧专列应需而生。2013年，插秧专列运送乘客规模达到峰值。也正是在这一年，我国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1.2万亿斤。这之后，粮食产能稳步提升，至2023年已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2024年，我国全面实施新一轮1000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夏粮生产是全年实现粮食丰收的第一仗。咱们这个土壤样品一定要取到位的啊，一块也不能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前进农场86万亩耕地全部是黑土地。那咱这块再取个样。大家正在取土，通过化验了解土壤中氮磷钾及中微量元素的含量，为施肥提供数据参考。通过测配方呢，不增加肥料使用的情况下，提升产量。黑土是世界上公认的肥沃土壤，人们常用1两土2两油来形容它的珍贵。然而，自黑土地开垦以来，由于重用轻养、风蚀、水蚀等原因，我国东北地区黑土厚度减少了近40公分。保护耕地中的大熊猫，就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当张岩他们以微克为单位呵护着每一寸黑土地时，180多公里之外的友谊农场，中科院东北地理所的卢焕军教授正带领团队从高空给黑土地做全面体检。523。我们利用卫星、无人机和地面的叫天空地的这种数据，给黑土地做扫描，或者是更形象的叫 CT， 从多个维度了解地的具体的情况。而在吉林，黑土地保护工作已逐渐形成了院士工作站加科技联盟加科技小院加推广站加示范户5位一体模式。在黑土地上，一个个保护性耕作模式推广面积逐年扩大，这正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因地制宜的践行。作为全球第一部针对黑土地资源利用与保护的国家法律，它于2022年8月1日实施。辽宁、吉林、黑龙江，包括内蒙古，都制定了一些地方性的法规，然后来配合把黑土地保护法在地方上更好地落实下去。关于耕地与粮食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曾做过一个形象比喻：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党的20大报告指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从东北黑土地到中原粮仓，从四川盆地到江南水乡，2023年底，全国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超过10亿亩，高标准农田占到耕地的1半以上，新质生产力在高标准农田乘风破浪，让中国饭碗端得稳、端得牢、端得好。在8月的炽热阳光下，超级杂交水稻进入育种的关键时期。作为袁隆平科研团队的中坚力量，邓华凤正在田间用汗水续写高产水稻的梦想。我们现在的超级杂交稻已经突破了就是每亩1200公斤这个目标，下一步往1350公斤来攻关，也就是我们袁老师提出的每公顷20吨的这个目标。习总书记曾经说过，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高产、更高产、超高产是永恒的主题。禾下乘凉，让杂交水稻种满全世界，是袁隆平的2个梦想。几十年来，他将我国水稻的平均亩产从最初的300公斤不断提升，每年因种植杂交水稻而增产的稻谷可以多养活7000万人，为中国乃至于世界粮食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在这位杂交水稻之父人生的最后10年，他又有了一个新目标。在中国广阔的盐碱地上种出高产的水稻，养活更多的人。我们国家的耕地面积少，18亿亩红线，但是我们国家有潜力，有10几亿亩的盐碱地。我们想呢，发展了1亿亩，如果推广到1亿亩，每亩300公斤可以增产300亿公斤稻谷，可以多养活8000万人口。中国具有开发利用潜力的5亿亩盐碱地，是粮食增产的潜在粮仓。用好盐碱地，事关国家粮食安全。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考察时强调，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2023年5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沧州市考察时指出，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是一个战略问题，必须摆上重要位置。从沿黄渤海到离海最远的新疆，从河套平原到松嫩平原，从黄淮海平原到炎黄灌区，农业科技工作者正在以各种类型的盐碱地为擂台，探索出一条条因地制宜、各具特色的治理利用路线。盐碱地的改良，一方面是要保证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另外呢还能增加农民的收入，对于巩固我们脱贫攻坚的成果意义也非常大。下午5点，夜捕大黄鱼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工人们不断打击水面，把胆小的大黄鱼赶到捕捞箱中，待天黑后起捕。10万斤大概一天100多啊。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每10尾大黄鱼有8尾来自宁德。大黄鱼，这个中国特有的海水鱼，自古就是东南沿海人民餐桌上的美味。但在上世纪70年代，刘家富曾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大黄鱼之伤。1974年春暖花开，5到6月份大潮水期间，本来是这个大黄鱼产卵的时候，结果没有鱼进来产卵了。竭泽而渔式的过度捕捞，导致野生大黄鱼一度濒临枯竭。当时在连江县渔场指挥部工作的刘家富萌生了一个念头，通过人工育苗的途径保住大黄鱼资源。然而，在那个我国第4次海水养殖浪潮尚未到来的年代，大黄鱼人工繁育之路步履维艰。1988年，刘家富鼓起勇气给中共宁德地委提交了一份关于开发闽东海水鱼类养殖技术的报告。时任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报告上作出批示。这就是我于1988年写给中共宁德地委的一个报告，时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做了批示，他的批示给我们课题组注入了强大动力。岁月流转，这份批文如今已经发黄，但向海洋要食物的坚毅决心依然力透纸背。此后，宁德市不断加大科研攻关力度，逐步扩大人工养殖大黄鱼规模。如今，游回餐桌的大黄鱼已成为我国养殖规模最大的海水鱼品种和优势出口养殖水产品之一，全产业链产值超1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好吃饭问题，保障粮食安全，要树立大食物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仓。欢迎大家参观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船项目。位于青岛海岸边的这个智慧化渔业一体监控平台，又迎来了一批外国参观团。大家的目光聚焦在大屏幕上显示的实时信息。这些数据都来自于距离海岸线50公里外的深远海水域。这就是我们的疾控室，然后这是我们这个操作台。目前我们大黄鱼从鱼苗入仓到日常的生产养殖，再到起捕加工，都可以实现这种自动化、智能化的一个控制。国信1号是全球首艘深海封闭式养殖工船，全船长249.9米，共有15个养殖舱，近9万立方米，
相当于36个标准游泳池的大小。1年的产鱼量最高可达到3200吨。今天，这个流动的海洋牧场，经过4000多公里的逐温而居，迎来了丰收季。好，鱼过来，准备收网。好，快收，快收，快收！把网封死啊，慢慢的往这移动，慢一点，把鱼拉干。我们这批大黄鱼起捕之后，经过休眠池保鲜，通过周转筒转移至岸基加工厂，预计24小时就可到达老百姓的餐桌。作为世界渔业大国里首个实现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业的国家，中国正在向江河湖海要食物，向森林要食物，向设施农业要食物。今天，在中国人日益丰富的餐桌上，人均消费的口粮从1978年的248公斤下降到130公斤，随之增加的是对肉、蛋、奶、菜、果、鱼的需求量。它是大资源观、大农业观、大市场观、大安全观的有机统一。它为新世纪保障粮食安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了新的理念、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我们保粮食安全，在保障数量安全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强调它的人体安全、营养安全、生态安全、质量安全。作为来自农业大国的观察者，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对中国农业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印象深刻。China has developed a very successful model of rural development,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So I think what China has been able to do is also develop the technologies at scale, but also to develop seeds which can give you higher yield with less effort. So putting it all together, but working also in a very focused manner on rural areas. So developing and enabling, empowering rural communities. So this model, I think, has been defined by people-centered. 仲夏时节，这家田园综合体里花团锦簇，果蔬飘香，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以前是农村的向往城市的，现在城市的还农村的。在这个规划占地面积7000亩的田园综合体里，1、2、3产业互融互动，让300多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曾经那个想逃离的家园，变成了城里人向往的远方。我们这以前全部像丘陵一样，要荒的人也比较多。每年的这靠农业收入的话，就基本上就只有2、3千块钱。通过流转之后呢，在这一片基本上全部都进行了平整，工资基本上那个5000左右吧。土地流转费就说按每年每亩600块钱。为了更好地推进乡村产业的发展，眼下还需要加大资金的投入。你好，我这个证办完了，我想咨询一下我怎么贷款。这一个绿本子呢，对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把这个无形的资产变成了一个有形的资产，在银行里可以融到资。2009年，武汉在全国率先开展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3权分置探索实践。这本墨绿色封皮的产权流转交易见证书，就相当于经营权证。15年来，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已经颁发了近3000本见证书，其中一本最为珍贵。这份档案资料呢，就是当时总书记到农交所来视察的时候，当翻到这个绿皮书的时候，他用手指着上面的内容情深默念的，还问我这个转出方是什么，受让方是什么。
就在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次考察结束3个多月后，党的18届3中全会明确提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此后，中央又正式出台文件，实行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3权分治。这让广大农民和农业经营者都吃上了定心丸。3权分治理论是我们在农村改革的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历史里程碑，优化要素配置，更好地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也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20届3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从2亿多农户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到集体产权归属更明了，农民财产权利更多了。广袤大地上，乡村振兴的战场奋战正酣，共同富裕的战鼓已经擂响。所有人，你们准备好了吗？夏日夜晚，微风徐来，每个周末都会有一场乡村音乐会在蒲江县新光村激情上演。我来自湖北，从舟山来的。没想到那个村里面能办成这个规模。这些远道而来的观众很难想象，眼前这个活力四射的村庄，曾是一个饱受污染、一度只有28人留守的空心村。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发展经济，当地引进水晶加工产业，一度让新光村成为有名的水晶村。然而，高利润背后隐藏的却是高污染的现实。连子孙的饭都给我们吃掉了，坐在垃圾堆上数钱，到医院的病床上面花钱。21世纪初的浙江农村，新光村的处境并非个例。为了彻底改变当时农村脏乱散差的普遍现象，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推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蒲江县一手铁腕治水，一手促产业转型，将水晶产业进行整治。新光村的水晶加工点集中搬迁到蒲江水晶产业园。村民们不仅看到碧水馥绿、青山再青，也坐上了共同富裕的快车。老百姓到城里的时间就从原先的1个多小时缩短到了15分钟。在这条路线上呢从2015年的2个旅游项目，现在呢也发展为31个旅游项目所以说这条路的话呢，真正带动了整个我们山区片的一个农文旅的一个发展。这里可以摆了呀，上面都可以摆掉了。2015年。陈青松以职业经理人的身份，带着20多位大学生来到新光村。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我们新光村最美丽的一条河。他们帮助鼓励村民重拾传统手艺，卖土特产，做农家乐，办音乐会。叶牡丹开起了小吃店，虽然起早贪黑，但是日子越过越有奔头。青鸟川客来了嘛，我们这里有客户也来了。我们现在泡米都是山泉水泡的，吃了以后他们说感觉多好，10来万是做得起的。我觉得做这件事情的很大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它可以让农民在家门口赚钱，同时呢又让我们年轻人创业更容易。所以我觉得这条路我们是走对的。
新光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3年的不足1万元升至2023年的4万元，村集体年收入也从10万元增长到100多万元。新光村的精彩蝶变离不开千万工程的基层实践，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千万工程让浙江万千乡村找到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最优解。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39年稳居全国省区第一，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11年缩小。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久久为功，特别是久久为功推进千万工程的时候，它其实是始于村庄的人居环境改善，兴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和完善，成功于乡村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提升。那现在他们的目标当然是城乡融合和共同富裕了。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引领起步，到千村精品、万村美丽深化提升，再到2021年，浙江成为全国首个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现千村未来、万村共富迭代升级。20年跨越发展，20年久久为功。发端于枝江大地的千万工程，勾勒了美丽乡村的生动模样。从省域走向全国，千万工程正在广袤神州落地生根。2022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2万元。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中国正在描绘大国现代化蓝图中更加令人向往的三农画卷。